我这是穿越了。偏偏是这个时候，玄启23年，玄君和萧烈在苍蓝湖死拼，云安城下正是最凶的时候。玄氏记载里，这一战虽然赢了，却赢得惨烈。可我现在只是个12岁的孩子，能做什么？丁，检测到宿主强烈求生欲，系统正式激活。系统。本系统可让宿主觉醒任意一位玄氏武将之力，请宿主进行选择。我选无双战神。现在这个局面，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能一力向实惠，硬生生撕开生路。选择确认，战神无双。这股力量已经远远超过林月、常勇那样的猛将。要杀了萧烈，他那60万大军顷刻就会乱成一盘散沙。来人！三公子，诸位，如今战事不利，我主君与诸位统领日夜忧心。我身为玄侯之子，岂能坐视不理？我欲效仿少年英杰，直捣黄龙，斩杀萧烈。公子，这万万不可啊！斗卫森严，高手如云，此去无异于以卵击石。我意已决，此行只为斩首萧烈。不胜不归！拼了！全军听令，即刻上马冲锋！来！萧烈的楼船实在太过棘手，我军水师屡战屡败，士气低落。我军船小，正面交锋确实吃亏，不如暂避锋芒，退守应城，再做打算。放屁！退守之意荒谬至极！我军士气正盛，岂可后退半步？今日便要让他们见识我军的厉害！俺老常明日就带兵冲他娘的！杀一个够本，杀2个赚1个！玉勇，不可鲁莽。主君，不好了，不好了！三公子他带着护卫队冲出大营了！这个逆子，他要干什么去？他说，此行只为斩首萧烈，不胜不归。这个逆子啊！让诸位见笑了，我这个三儿子从小就跟个炮仗似的，一点就炸。
简直是无法无天！主君，此风断不可长。安公子罔顾军令，私自调兵，这在军中是何等大罪！若是人人效仿，我军军纪何在？没错，萧烈60万大军压境，我军本就处于劣势，正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安公子此举不过是匹夫之勇，拿数千护卫的性命当儿戏。哎，我说你们两个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再说了，还没打呢，你们怎么就知道他一定会输？主君，依我看，这反倒是件好事。哼，要是我家那小子有三公子一半的胆魄，我做梦都得笑醒。这样吧，主君，三公子要是能得胜归来，我就把我那宝贝闺女许配给他，如何？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混话？唉，现在该如何是好？不管怎么说，那混小子也是我的种，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主君，舅舅，您先消消气，别急着骂人。我刚得了准心儿，三表弟他可不是一脑袋热血冲上去送死的。什么意思？他不是嚷嚷着要去取萧烈的狗头吗？那是喊给萧烈听的。看，他大军行进的方向根本不是中军大帐，而是这里，云安城。我猜三表弟的真正目的就不是去跟萧烈拼命。萧烈是什么人？骄狂自大，眼看几千人就敢堵他的咽喉，他能忍？必定会调集主力，想一口吞掉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偏师。只要他被拖在云安城下，哪怕只拖上10天半月，咱们的主力大军就能从容部署，甚至可以绕到他屁股后面去。到时候，他那60万大军就是一盘散沙，不战自乱。这小子虽然还是混账，但脑子没长歪。好个臭小子！主君，你看我这女婿没挑错吧？这胆识，这谋略，配我闺女绰绰有余。蓝霄，末将在。我命你即刻点齐1万精兵，用最快的速度给老子追上去！追！告诉那个小王八蛋，他的计策老子准了，让他放开手脚给老子闹，闹得越大越好。但你给老子记着，要是实在顶不住了，就算是用人命去填，也得把他的尸首给老子完整带回来。他并不知道，他的父兄们已给他安排好了一切。他此刻正处在云安城头，城墙之下，列军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杀！这是他穿越之后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股被称作战神之力的存在。痛快！黑甲壮汉，那员小将是何人？
若末将没有猜错，此人应该是玄帝的三儿子靖王。那个明慧，哼，那泥腿子出身的老东西，倒还真生了个有几分本事的儿子。只可惜今日就要夭折于此了。朕要亲手送玄崇八一份大礼，让他也尝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空手接剑，小烈，你这剑软绵无力，是没吃饭吗？哈哈哈哈哈哈哈！靖王无敌，靖王无敌！啊！啊！朕等着，告诉玄帝，半月之内，朕必破云安，让他准备好给你收尸。丁，检测到宿主在云安保卫战中阵斩敌军342人，达成万夫莫敌成就。今天能赢，靠的是自己出其不意的神勇，打乱了敌手的阵脚。可下一次呢？系统，兑换狼骑。每10点无双值可兑换1名狼骑兵，请问宿主确认兑换吗？确认，全部兑换。丁，兑换成功，500名狼骑兵已投放至宿主身后，随时听候调遣。这些人哪来的？我的娘哎！我不是眼花了吗？刚刚这里明明没人呢！我能感受到，与500狼骑之间存在着奇妙的精神链接。殿下，我们胜了！那老小子被我们打跑了。今夜月黑风高，殿下，您该不会是想……萧烈以为他能睡个好觉，做个一统天下的美梦。本王偏要让他变成噩梦。传令下去，还能动的都给老子起来！今夜随我结营。你觉得我们守得住半个月吗？今日能守下来，已是殿下神威惊世。可这样的奇迹，怎么可能天天都有？敌军主帅被我挫了锐气，今夜必然防备松懈。大军连营最怕火攻，尤其是他们的马厩。一支没有了战马的队伍，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去找些后部来，把他们的蹄子都包上，动静要轻。若非亲眼所见，我绝不信世上真有这样一支夜里行军而无声无息的狼骑。殿下呢？殿下，他去结营了。什么？胡闹！旨上弦，引火待发。
带调2万部族，在城门后集结，随时准备接应。记住，目标正前方马厩。之后立刻撤退，不许恋战。明白啊！冲！敌人在哪？着火了！着火了！咋？都给我挺住！可敢与我一战？狂妄小儿！啊！所有人给我上！撤！保持队形，跟上！冲过焦土，不准停！恭喜宿主完成 S 级任务夜袭敌营。任务评价完美。任务奖励5000战神奇英魂。呀！回来了，殿下回来了！我们赢了，我们打赢了！父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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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慌什么？成何体统！父王，您快看啊！怎么会这样？是黑袍王爷，是那个疯子，他带人劫营，炸了我们的马江了，烧了我们扎德营亭帐。郭将军他战死了。阿烈，所有水师立刻给本王上岸救火！快！大王，经初步统计，我军阵亡28700余人，重伤13400余人，轻伤25000余人。战马几乎全部在混乱中逃散或被烧死，粮草被焚毁，80万石。哥，三哥，大姐，天大的好消息啊！将军，战况大好，我派人去城外探查了。敌军主甩那老小子的大营，烧的那叫一个惨，整片大营都被火海吞没，太痛快了。根据咱们的估算，他这一晚上伤亡至少在6万以上，6万以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我这就写战报，派人800里加急送往应城，也好让主君和诸位统领宽心。擅长念。臣连萧叩奏主君。靖王殿下亲率500狼骑夜袭列主萧烈60万大军营地。经探查，列军此役毙敌28000余，伤者38000余。我军无一阵亡。
咱的好三儿，500人干了人家60万大军。对，靖王殿下此举，胆魄与智谋皆震古烁今。粮草尽毁，军心必乱，短期内再一力攻打云安了。主君，粮草尽毁，军心安了。主君，这位文臣所言极是。此战不仅解了云安之围，更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机会。虎迪，你说说看，60万大军，人吃马脚，每日消耗何其巨大！如今80万石粮草付之一炬，他从何处再去谋集？军中断粮乃是兵家大忌，其军心浮动，士气溃散，只在旦夕之间。伯温看得透，老三这一把火烧掉的不只是粮草。你们3人即刻返回军营，给咱加紧操练兵马。日夜不休，把所有能动弹的兵都给咱拉出来练，随时准备出击。咱的三儿给了咱一个天大的惊喜，咱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那边唱独角。若是他真能给咱创造出斩杀萧烈的机会，咱就要趁势掩杀，将萧烈那60万大军一口给咱吞了。遵。回府。快看咱三儿干的好事！这是大捷，天大的喜事啊！500人去闯60万人的大营，这是去立功吗？他要是但凡有个万一，你让我怎么办？妇人之见，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慈不掌兵，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冷静些，这是大道理。我不管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那是我儿子，你把他换回来吧，求你了。明月去，让常勇去，谁去都行，别让恒在守云安了，那地方太危险了。可你看看咱手底下这帮人，论打仗，可论胆子，论敢打敢拼的那股疯劲儿，谁比得上他？守云安，守的不是城，是人心；守东西是胆气。父王，我也要去打仗，我也要学三哥，给您建功立业。对，我也要去。都别闹了，尤其是你黑衣少年，你三哥那是9死1生闯出来的活路，你倒是唱大戏呢，秀威风了。你们也是，现在安安分分的给我在府里待着，别整天想着学你们三哥，他那是没办法。四弟能赢，靠的不仅是胆气，更是他平日里流的汗，身上流的疤。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学他的本事，而不是学他的拼命。父王，孩儿不是在胡闹，三哥能做到的，我也能。父王若是不信，现在就可考我。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读了什么名堂。我问你，若你是萧烈，被区500人夜袭，火烧连营，该当如何？
稳住中军，斩杀后退者，然后分兵合围。这小子居然真有点东西。瞧他这副样子，真让人牙疼。行了行了，都给我滚出去！还杵在这干嘛？想让我现在就送你上战场？这几个儿子脾气一个比一个像。老大这份沉稳和气度，倒是越来越像个储君了。那位老儒师这些年没白教，经史子集、治国安邦，他都学进去了。素袍青年留下，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去。四弟，父皇留我不是驳你，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亲口认我这番本事。将军，弟兄们已经10日未曾安睡，10日不睡也比丢了脑袋强。传令下去，谁敢打瞌睡，立斩不赦！里面还有10几匹好马，跑得像风一样。继续搜。凡是能用的，一匹都别放过。系统为这5000人赋予战神奇英魂。拜见主公！拜见主公！从今日起，你们就是破敌的锋刃。待战鼓一起，随我上敌敌阵。弟兄们都别疯了，就等您一声令下。今夜让他们吃饱喝足。明日，我要云安城连砖缝里都淌血。小小的云安城困了我们足足15天，城里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有娇滴滴的美人，
还有那个不知张口小儿玄帝的三儿子。咱今天把话放在这里。第一个登上云安城墙的，赏金1000两，官升3品。捉朱衡者，赏万金，封万户侯。能取下朱衡项上人头的，同样封侯。用这30万大军碾碎云安，碾碎朱衡。全军出击！攻城！集报，全体集合！将军，敌军主耍他全军出动了。殿下说过，萧烈围而不攻，是在耗我们的锐气，也在积攒他自己的怒气。他下一次进攻必定是总攻，我们不能被动防守。传我将令，全军按原计划行事，准备速杀敌情。只要云安一步，等朱衡死讯传回去，我倒要看看玄帝会是什么表情。王爷，这动静不对，怎么回事？骑兵哪来的骑兵？不可能，我的骑兵早已损失大半，玄帝手里更不该有这样规模的骑兵。哎，快布阵，长枪手上前，解阵！攻守，攻守准备！挡住他们！今日你逃不了。王袍主帅，来！滚开！快给本王跑！想跑？哈哈哈！哈哈哈！弟兄们，
那就是萧烈那搞不好了，扔下他的30万大军，夹着尾巴跑了，被这群龟孙堵在城里15天，简单够了。啊！跑了，快逃！快逃也跑了，快逃！快逃！逃啊！跑也跑了，快逃啊！快逃！80步，50步，朕封他做万户侯。二弟，啊！大哥，你先走，这里交给我。想走？找死！唰！三弟，他们兄弟3人纵横江湖，驰骋沙场，何曾败得如此凄惨？不过是眨眼。他最勇猛的兄弟就这么没了。啊！这与我一同长大、一同起誓、发誓同生共死的兄弟，就这么死了。我若回头，下场只会和他们一样。这就怂了，真没劲。不过还没结束。你不是说要跟兄弟们同生共死吗？现在你2弟、3弟为了救你都被我宰了，尸体都还没凉透呢。是兄弟就滚回来跟我砍呐！回头跟他拼了！不能回头，回头就是死。江山还在，命不能丢。啊！我什么都听不见。连回头送死的胆子都没有，真是个废物。战神旗！
表哥，你来的正好。这是什么情况？殿下，别废话了，小烈跑了，给我追，一个不留！是。军情令，追杀烈寇欧利叶，就在今日！难道那嫡孙又杀回来了？什么情况？他们在跑什么？我看追兵的人数只是有点少。殿下为我！父王，您这是怎么了？败了，我们败了。是那个黑甲疯子，他只带了3万人，就敢绕偷袭我们的大营。父王，对，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就滚上岸，与我决一死战！躲在船上算什么英雄好汉？快喘气！快喘气！全军后撤，撤复兴老堡！快！赢了！我们赢了！赢了！晋王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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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活下来了！表弟，你听到了吗？他们在喊你的名字！咱们真的做到了！这支队伍的军心算是彻底稳了。恭喜宿主完成史诗级大捷，以3万破30万，威震天下！恭喜宿主获得金刚冶炼术，制造全套图纸及工艺。来了，系统奖励终于来了！金刚冶炼术，有了它，我就能造出远超这个时代的兵器和铠甲。碎发枪更是真正的杀器。原本我只想在这乱世活下去，再帮父亲建立大玄王朝。可现在，也许我能建立一个更辉煌的大玄帝。传我将令，全军返回云安城，杀猪宰羊，犒赏3军，返回云安城。但是，犒赏期间，任何人不得饮酒，违令者斩！立刻派最好的快马800里加急，将此战详细战报送往应城。是。如今萧烈围困云安已有月余，咱估摸着他那几十万大军的粮草的，到那时敌疲我锐，诸位以为该当如何进攻？诸军，萧烈的陆上之军固然不足为虑，可他的水师实力远，苍蓝湖水域辽阔，一旦开战，我军水师恐怕难以抵挡。若不能在水上击溃敌军主力，即便解了云安之围，
也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高茂文臣所言甚是，敌军水师乃是心腹大患，若无万全之策，不宜轻动。800里加急战报，是何儿出事了？大哥，好儿，他赢了，赢了什么？是大胜！带着3万兵马绕后突袭，一夜之间就打崩了30万，30万全崩了！是大胜！带着3万兵马绕后突袭，一夜之间就打崩了30万大军，30万全崩了！哎呦，战报在此！3万对30万还打赢了，这简直像在听天书。好，好啊！主公，这战报上当真是这么写的？3万破30万！啊！俺老常打了一辈子仗，就没听过这么邪乎的事儿。那小子，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主公，快给俺们念念，那小子到底是怎么打的？不急，主公，这都火烧眉毛了，还不急？这么大的喜事，光我们几个人知道，那多没意思。来人，传我将令！立刻召集应城内所有1000总以上的统领，半个时辰之内，全部到大帅府议事。主公英明。迟善先生，主公这是何意？盔甲将军，诸位将军，你们想，天下皆知，些年来我们有多少将士都是谈笑色变，又有多少人心里一直压着惧意？这场大胜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主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把消息告诉大家，还要让所有人都亲耳听到三殿下是如何用3万兵马打崩萧烈的30万大军，这才是主公真正的用意。快，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派人去传令！对，把那些兔崽子们全都叫来，让他们也好好听听什么他娘的才叫打仗！快马传遍各营，所有统领立刻赴府议事！啊！主公，别卖关子了，快念吧！俺老常的耳朵都快竖成驴耳朵了。
今日召集诸位，是有一份来自云安的800里加急战报，要当众宣读。8月20，我儿朱恒亲率5000精骑，为破萧烈围城之困，绕道100里，夜袭萧烈30万大军中军大帐。5000骑兵去偷袭30万人的中军大帐，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追往逐北。于乱军之中，阵斩伪劣大将张定边，再斩其大将张必先。三殿下也太彪悍了点吧！此战，我儿朱恒会合蓝萧将军所部，前后夹击，萧贼30万大军一夕崩溃，全军覆没。平安之围已解。我没听错吧？三殿下，他把张定边和张必先都给斩了，还把萧烈的30万大军给干崩溃了。真的假的？你没跟俺们开玩笑吧？5000破30万，还阵斩双雄，这他娘的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彪悍！这已经不是彪悍了，这是天神下凡呐！天神下凡！主公，三殿下此战用兵之诡，出招之奇，可谓是天马行空，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以5000疲惫之师行100里奔袭，此为兵行险着，需要莫大的勇气。诸位将军，战局已定，不可轻动。尔等需屏息静听，待命而动。将勇气、智谋、武勇集于一身，并且结合得如此完美，臣自愧不如。三殿下天生就是为战场而生的帅才。黑袍文臣说得对，张定边那厮，多少弟兄折在他手上，没想到竟然会折在三殿下手里。这一战等于斩断强敌左膀右臂。没错，云安之围一解，萧烈元气大伤，咱们的机会来了。都听到了，萧烈号称60万大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可结果呢？2次大败，都败在我儿一人之手。你们说，这萧烈是不是个纸老虎？
是。纸老虎，还就个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纸要喊起来！纸老虎，我儿朱恒以5000之众，尚能击溃其30万大军。如今我们应城有20万精锐，上下一心。告诉我，这一战我们是胜还是败？上啊！好，都回去，动动兵马，准备粮草。3日之后，全军出征，与敌军决一死战。先破30万，开什么玩笑？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万一是真的呢？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小声点，别让别人听见。云安大捷属实，3殿下率5000骑兵大破敌军30万。弟兄们，我们赢了！兄弟干得漂亮！听说了吗？3殿下带着5000人，把萧烈30万人都给打跑了，千真万确，那叫一个痛快，太不可思议了！咱们也有盼头了。全军覆没，一个都没跑掉。真的假的？千真万确，我们杀的敌人片甲不留。太厉害了！您是怎么做到的？我二舅的儿子的邻居的表哥就在军中，亲口说的。真的假的？你这关系绕得够远的。不信你们问去。真的。姐姐，姐姐，大喜事！天大的喜事！天大的喜事！什么事儿这么慌张？他怎么了？他赢了！爹爹刚从帅府回来，亲口说的。真的吗？太好了！当然是真的。3殿下在云安带着5000骑兵，把萧烈的30万大军给打得全军覆没了。他还亲手斩了张定边和张必先。姐姐，你听到了吗？是张定边啊！那个杀了我们好多将士的煞神，现在外面都传疯了，说3殿下是天上的武曲星下凡呢。他已经整长为一棵可以为万人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了。我也不能再停留在原地。我要努力，要变得更优秀，要能看懂他的兵法，要能理解他的抱负。将来我要做的不仅仅是他的妻子，更要做那个能与他并肩而立，为他分忧解难的贤内助。殿下，您这是在做什么？这等粗活让他们来做便是，何必亲自动手的？你不懂，这叫百炼钢。寻常炼铁杂质太多，打出来的兵器又脆又钝，这个过程对力道、火候、时机差一点都不行。表哥，拔出你的刀。这……
这把刀送你了。今天起，让城中所有铁匠日夜赶工，用我让我们的每一个士兵都用上打造兵器。传令下去，所有大军全部登陆，然后凿船桨。大王万不可！凿船沉江，这是自断后路啊！万一战事不利，我们连退路都没有了。我们还有退路吗？身后是玄帝的主力大军，眼前是坚城云安，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我们无路可退。此战要么攻下云安城，我们所有人都死在这里。给我听着！登陆之后，凿沉所有战船，违令杀无赦。60万大军已在湖口登陆，并且他下令凿沉了所有战船。对面这是被逼急了，要跟我们玩命了。都怕了，60万大军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我问你们，上一次他是多少人？30万。我们是多少人？5000。结果呢？他30万大军被我们5000人杀得全军覆没。现在他虽然有60万人，可我们也有5万守军，而且我们还有失了全府陈州，不留后路。你们别忘了，我们身后就是云安，是万千百姓，我们同样无路可退。这一战就看谁的刀更利，谁的命更硬。我狭路相逢勇者胜，愿为殿下死战。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朱恒，你这一步走得太险了。5万兵马拖住60万大军，再让我率主力从背后合围，你这是在拿整个大玄的国运下注。云安来信了，60万大军已在湖口登陆。凿沉战船，这萧烈是疯了。60万大军，事态紧急，需从长计议。我儿朱恒提了一个建议，他要我们尽起大军，绕到敌军背后，前后夹击，将这60万大军
全歼于苍蓝湖。不可！殿下，萧烈此举乃是破釜沉舟。我军兵力本就处于绝对劣势，若是倾巢而出，一旦战事不利，后果不堪设想。贺家老将所言极是，敌军虽失了水师，但60万大军的规模摆在那里，我军兵力不足20万，贸然缺决战，我军准备亲在苍蓝湖，徐图良策。不足20万对60万，账谁都会算。可若错过这一战，往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我看不见的。萧烈凿沉战船，看似疯狂，实则愚蠢至极。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他的巨型战船，是他的水师。现在他自断一臂，把水师给了我们机会吗？至于兵力差距，打仗是光看人多就有用的吗？当初三殿下在云安5000破30万，不一样打赢了。现在他有60万，可我们也有了足足15万大军，怕他个鸟！将来必然后悔。说得对，干娘的！三殿下都敢用5万顶住60万，我们15万还不敢上。殿下下令吧！请战！战事未明，轻动刀兵乃取货之道。敌已兵临城下，岂能坐以待毙？贸然出击，恐中埋伏，社稷堪忧，不可鲁莽行事，需从长计议。龟甲将军，你怎么看？殿下，您相信三殿下吗？三殿下入主云安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超乎了我们的想象。5000对30万，他守住了。这一次，他敢提出这样的计划，就说明他有必胜的把握。我不知道他的把握从何而来，但我知道，我们应该相信他。相信他吗？这小子从来不按常理出牌，可偏偏每一次都能从绝境里撕出一条路。末将附议，请殿下出，相信三殿下，愿为殿下死战，愿为殿下。你什么时候让我失望过？当年我带24骑渡江，也是拿命在赌。如今你敢赌，我这个当老子的又有什么不敢？好！既然我儿有如此魄力，那咱就陪他疯一次，传我将令。尽起应城15万大军，火速驰援！咱要让敌帅知道，谁才是这天下的主人。完了，一个年轻殿下还不够，现在连黑袍统帅都被这股莽劲传染了。殿下，大帅他同意了。尽起应城15万大军，火速驰援苍蓝湖。臭小子，给咱好好守着，要是云安丢了，看咱不扒了你的皮！太好了，大帅终于出兵了。这10天才是最难熬的。传令下去，全军戒备，准备迎接萧烈的雷霆之怒吧。
滚石，雷布，火油准备。放！萧烈收兵了。今天只是开始，若敌军真要靠人命硬填，这座城撑不了太久。下城去伤兵营。殿下，今日一战，我军伤亡1500余人。萧烈，殿下，据粗略估计，列军的伤亡至少是我们的5倍。这个疯子，他这是在用人命填呐！那我就先让你的人没力气来填。表哥，殿下有何吩咐？去，把城里所有的战马都集中起来，能凑多少凑多少。你要战马做什么？难道要出城突袭？不，我们不去突袭，我们去扰营。绕营。你把骑兵分成3队，入夜之后轮番去他大营门口，给老子擂鼓叫阵。记住，只许呐喊，不许靠近。他出兵我们就跑，他收兵我们再上。今晚谁也别想睡个安稳觉。殿下，您这招也太损了吧！不过我喜欢。将这就去办。小烈，你朱三爷爷在此，快滚出来受死！弟媳，拿兵器，快！过去，这边，集协，守住营门！树胆敢如此欺我！传我将令，全军出击！人呢？收兵！头乌龟，有胆子出来与你爷爷大战300回合！又来！出击，给我杀光他们！
会回营。这鼓声吵得人头疼。朱恒，我与你不共戴天！大王，将士们一夜未眠。传我将令，全军集血，撤！哪怕是拖，也得把这群废物拖到城墙底下。表哥，你看，暗甲王爷这是要干嘛？带着他的人出来集体梦游吗？殿下，这不正是您想要的吗？这帮孙子估计连爬云梯的力气都没有了。小烈，昨晚睡得可好啊？你三爷爷我特意给你点了3支安神香，够意思吧？逞口舌之力，算什么英雄好汉？有胆就出城与我决一死战！哎呦呦，我没听错吧？你带着60万大军来打我这几万守军的小破城，现在居然有脸叫我出城跟你决战？你要是觉得人多欺负人少不好意思，可以分我30万嘛。之后咱们再堂堂正正的干一架，你看如何？你，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给我攻城！杀了城头青甲少年，赏万金，封万户侯！兄弟们都精神点儿，别让人家爬上来了，还以为咱们睡着了呢。看他们那熊样，累成狗还往上爬。真是个笑话。哎，你看那个爬得跟乌龟似的。那个更离谱，爬着爬着睡着了吧？
喂，下面的兄弟没吃饭吗？要不要爷爷我给你扔个饼下来？烧饼。伤130人，亡15人。表哥，你看，效果显著啊！将军，请看，殿下，这何止是效果显著，简直是神了！既然效果这么好，那咱们今晚就得再接再厉。此计还需再行一次啊！还来？殿下，所谓事不过三，贸然行事恐有不测。将军多虑了。昨晚咱们已经搞了3次，萧烈那家伙再傻，今晚也不会上当了吧？他肯定不会再上当了。你说的没错，他肯定不会再上当了。他会命令手下，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堵上耳朵，蒙头大睡。你们小时候没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吗？今晚咱们就给他演一出真正的大戏。很好，第一步成了，撤！你个没胆的懦夫！你爷爷在此，滚出来！真成缩头乌龟了。朱恒小儿，你的计策已经被我看穿了。萧烈，狼真的来了。全军四散！起！人来袭！啊！传令，四处纵火，见人就杀，烧！
王，大王，醒醒啊！慌什么？是不是外面那小儿又在敲鼓了？让他敲，本王看他能敲到什么时候！不是啊，大王，是真的，是真的！朱恒杀进来了，大营已经烧起来了！快逃！垂死病中惊坐起！来人，车不同力，不必管什么阵型了，立刻组织兵力从四面八方围。他朱恒只有5000骑，我们有几十万大军，本王要将他无旗在里。冲，不许停！所有人跟上！是。撤退！将长王旗，就凭5000人，这小子绝对是疯了！立薛甲卫接援盾，长枪朝外，督手上前，给本王瞄准了射。告诉弟兄们，谁能取下那黑甲骑将的人头，官升3级，赏金10000两。去，给本王温一壶酒来。来得好！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种，本王就在等着你来送死。洗干净脖子！我来了！大王，此子非人在。我们还是暂避锋芒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大王，慌什么？慌什么？本王在此督战，3军将士才能用命死战。敌方若退，军心即刻崩溃，几十万大军顷刻间便会土鸡瓦狗。唉，必须稳住阵脚，绝不能后退。传我将令，坚守帅台，将士们，给本王杀！斩杀黑甲骑将者，赏万户侯！赏万户侯！户侯！杀黑将！杀黑甲骑将！杀！大王，快走啊！那是个疯子，他就是冲着您来的啊！大王，他们的阵型是专破中军的。
斩将夺旗，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走。他真的是冲着本王来的，为什么拦不住？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拦不住他？犹如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大王，大王，走啊！你这没卵的玩意儿！那根本不是人，是个疯子。你们的大王跑了，他抛弃了你们。只是他用来送死的炮灰。放下武器，跪地投降者不杀。啊，兄弟！追！杀！5000人冲60万，你可千万别把命扔在城外。将军，敌军来袭！快点上来！快说，战况如何？殿下呢？蓝家就赢了！捷报！你说什么？再说一遍！60万大军全线溃败，那个主帅被殿下一个人杀穿了中军，吓得自己一个人跑了。现在殿下正带战神旗追杀残兵啊！传我将令，留守3000人，守好余安城。将军，这就是殿下那支新军的战神旗干的。别愣着了，敌军主力已他们跑不远，全接一起来！迎风刀杀！帝皇千岁，千岁，千岁！
陛下，我们还剩下多少人？能收拢起来的残兵不足5万，而且士气全无，许多人连兵器都拿不稳了。5000骑兵，怎么可能击溃我50万大军？那个朱家老三，怎么会像个怪物一样，硬生生杀穿中军？悔不该当初啊！悔不该陈州！听说了吗？殿下带着咱们把萧烈50万大军给干趴下了，杀穿了。何止是干趴下，是杀穿了。对，哈哈哈哈！老子跟着殿下来回冲了7、8趟。我亲眼看见，殿下一刀就把汉军先锋官连人带马劈成了2半。殿下就是天神下凡，不然5000人怎么打50万？殿下就是神，殿下就是神。从今往后，谁若还敢把本王当成旧日那个纨绔废物，谁就是瞎了眼。殿下，俺也去敬您一碗。您，俺这条命早就没了。兄弟们，为我们并肩的日子干了这碗。说这些做什么？都是自家兄弟。好，殿下爽快！好爽快！殿下把咱们当兄弟，俺也去这条命就是殿下的。安排1半人手轮流守城，尤其是城墙防御不能松懈。殿下，萧烈都被咱们打残了，还敢来？败军最可怕的时候，就是无路可走的时候。其余的人，让他们好好睡一觉。这一战，本王守住的不只是一座云安城，还有战神旗的命，还有本王自己的命。从今往后，谁还敢看轻本王？还没有消息传回来吗？主公已经派出去3波斥候了，想必就快有消息了。静观其变。咱都快到洪都城下了。萧烈60万大军围城，老三手里只有区5万新兵，他能守几天？守城没让他死战。这个混账东西，要是真敢再回去，非扒了他的皮！这是要置我于死地！主公息怒，晋王殿下再怎么说，也不至于拿自己性命开玩笑。主公，晋王殿下虽然年轻，但并非全无章法之人，不会以卵击石。
主公，云安城无恙。好，好啊！老三没给咱丢人。城内战况如何？伤亡大不大？你说什么？萧烈溃了，被谁打溃的？陛下，是北疆一族，是黑袍王爷殿下。殿下亲率5000战神骑于城外正面击溃了萧烈50万先锋大军，而后追往主北，掩杀一夜。妖烈50万大军全线崩溃，只剩数万残兵，被困于苍蓝湖畔，进退不得。对50万。5000对50万，正面击溃，这根本不是兵法上的胜负，这是把所有旧有认知都砸碎了。你是说，老三不仅守住了城，还把萧烈打没了？是，主公。如今云安城中将士尽皆团言，驾就是神。这个老三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需要咱处处提点的少年了。他已经能独自提刀，杀穿一场足以震动天下的大战。好个老三，真他娘的！万夫莫敌。好小子，俺就知道晋王殿下不是孬种。以骑兵之锐，于万军从中直取中军。这份胆魄，这份对战机的把握，嘿，天纵奇才。这小子从小就一肚子主意，没想到打起仗来这么猛。好，哈哈，好啊！哈哈哈哈！会是咱玄中八的种，咱的儿子就该是这样。谁能想到，这个平日里不声不响的儿子，竟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主公，此乃天赐良机。萧烈大军新败，士气全无，军心涣散，正是我军一举定乾坤的最好时机。冲在够过良机，我军应立刻全速进发，与晋王殿下合兵一处，将萧烈残部彻底围歼于苍蓝湖畔，毕其功于一役。传咱将令，全军拔毛，日夜兼程。第一个抵达云安城的，咱赏他100两银子。打完了萧烈，咱在云安城下，请全军将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父亲的大军已经抵达苍蓝湖西岸，
东西合围之事已成。来人，传蓝霄、沐英、傅有德议事。殿下，末将请命，愿为先锋，指导萧烈老巢。末将王，末将也愿率部先行，为殿下开路。父亲的大军已至苍蓝湖西岸。决战的时刻到了。殿下，下令吧，俺们早就等不及了，下令吧。是时候给他最后致命一击了。传我将令，云安城内所有可战之兵倾巢而出。至身后，随我出城，与敌军决一死战。遵命。几天前我还是拥兵60万挥军东下的汉王，如今却被5000铁骑杀得不敢出营，活像个丧家之犬。哎呦！大王不好了，出大事了！何事惊慌？那个束发青年，他率军出城了。他带了多少人马？黑压压的一片，看旗号，至少有3万大军，正朝着我们的大营杀过来了。3万，那小儿当真以为自己天神下凡不成？5000人偷袭，让你侥幸得手，你竟敢只带3万人就来冲击我数十万大军的营寨！啊！我虽惨败，收拢的残兵仍有近10万。这一仗赢了，我还有翻身的机会。传令下去，各部收拢兵马，准备迎战。所有人，那个敌军主帅已经疯了，他这是在给我们送人头，这是我们反败为胜的唯一机会。第一全军戒备，肃齐，不有迟疑，不有迟疑。怎么，不是要取我性命吗？如今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不对，这小子明明占尽上风，为何迟迟不攻？他在拖延时间。等援军，不可能！
玄帝主力远在百里之外，怎么可能这么快赶到？后方会有喊杀声。不好了！我军后方突然出现了大批敌军，至少有20万。他们打着玄字帅旗，是玄帝。朱恒真正的目的是把我困死在这里，为玄帝主力争出时间。时机已到，随我冲锋！杀！那是晋王殿下。一人一骑，一杆化解，竟真能凿穿数万人的军阵。战神旗令行禁止，动如雷霆。这支骑兵，怕是天底下最可怕的骑兵。先以言语乱其心，再以骑兵断其后，最后以雷霆之势一击制胜，环环相扣，滴水不漏。伯温，我这个儿子你怎么看？雏龙已长成，将有吞天之势。好啊！我的好儿子，你看到了吗？咱就说，咱这个儿子是咱老玄家的麒麟儿，是咱大玄的福星。殿下天纵神武，臣佩服得五体投地。擒贼先擒王！来下！副将，你率1000骑从左翼包抄，截断他们的退路，目标敌军主帅。诺。拦住他！弓箭手呢？火铳手呢？还有大炮，给朕开炮！轰死他！轰死他！陛下，不可啊！晋王殿下已经冲进了我军腹地，周围全是我们自己人，这一开炮会伤到兄弟们的。朕的江山都要没了，还管什么伤到不伤到？陛下有令，开火！违令者斩！反了！他们要杀了我们！萧烈不把我们当人看，兄弟们，跟他们拼了！护驾，快来护驾！陛下，大势已去，快撤吧！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撤！朕是天下共主，
朕怎么能逃？啊！您若是有个三将都砸亲死了，也会为您杀出一条血路。走吧。你不是天下共主吗？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你给朕等着！今日之耻，朕来日必百倍奉还。好啊，那你就别跑啊！小烈，降者不杀！殿下威武！挥血为舞，消烈已死！消烈已死，降者不杀！啊！消烈已死，降者不杀！消烈已死，降者不杀！已死，消烈已死，降者不杀！消烈已死，降者不杀！真是把风头都出尽了。想当年，咱俩第一次上战场，腿软了没？滚蛋！你才腿软！那是被绊倒了，不小心把水缸给弄洒了。是，没腿软。哈哈哈！咱的好儿子，那个宿敌死了，这个和咱争了半辈子天下的对手，终于死了。从今往后，江南之地还有谁能挡咱？张士诚、方国珍，不够够！天下大局已定，传我将令，今晚犒赏三军，所有将士留洋管够，美酒管饱。另外，给咱那个好儿子记首功，咱要亲自为他庆功。臣遵令。肉够劲，好火，够快！你小子喝美了吧？哈哈哈，肉香酒烈，人生快事！哈哈哈，说得好，再来，干！弟兄们，今日战事如何？
还好大家都平安归来。来，干了这碗，好酒，弟兄们同心。三殿下，我老常敬你一碗。哦，您但凡有任何差遣，我老常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娘养的。哈哈，好。常将军言重了，属下惭愧。都是为了大权，为了主公，何来得罪一说？好，殿下爽快！殿下，来，咱哥俩走一个。你小子今天可是真给咱们老玄家长脸啊！谁再敢说咱们老玄家没人才，我第一个啐他一脸！贺甲将军这话我可记下了。哈哈哈哈哈哈！我杀死了萧烈，为父亲扫平最大的障碍，北伐中原，一统天下。前路看似一片坦途，可为什么我心里没有想象中那么痛快？无敌是多么寂寞。昨夜那群老将被我灌得东倒西歪，这会儿多半还在营里抱头叫苦。父皇怎么一大早就带着人堵到我营门口来了？我的儿子带出来的兵能是孬种？主公，三殿下这支亲兵当真不凡。昨日远看，只觉他们冲锋陷阵，勇不可当；今日近看才知，令行禁止，不动如山，已是天下强军的雏形。你瞧瞧他们手里的家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陌刀，这是失传已久的陌刀。陌刀乃前玄神兵，专为克制骑兵而生。持此刀者，人马俱碎。道之法早已失传，没想到今日竟还能重现于世。三弟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陌刀的？这东西可不是寻常铁匠能搞出来的。这些战刀都是殿下亲自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在铁匠营里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吹牛，就凭你们几个还能造出陌刀来？小子，你别是拿了什么样子货来糊弄我们？
我吹牛，你可别小看人。主上的本事，岂是你能想象的？来，你不是不信吗？咱俩的刀比划比划，你就知道是不是样子货了。就比，要是你的刀断了，可别哭鼻子。借我一刀！刀跟了我多年，砍人无数，竟然一碰就断了。好刀啊！哎，你别小瞧，我就是看看而已，这么小气。青甲少年啊，做人要大方一点吧，拿出来让林叔叔我好好瞧瞧。我说，你们这一大早的围在这儿干嘛呢？啊，您可算来了！今天天气真不错啊！殿下，这天气真适合练武啊，您看如何？殿下，您今日气色真好，那就多聊聊，殿下。殿下，昨天是我老常不对，我给您赔罪。有话直说，你们到底想干嘛？您看，您那个刀的，能不能也给俺弄一把？瞧瞧你们这点出息！哼，他都是统兵数万的大将军，为了把刀，脸都不要。好儿子，咱家不差这点东西。你们这帮老兄弟都是跟着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就没咱今天，更没有这大好的局面。不就是刀吗？老二，给你的叔叔伯伯们一人打一把，当是咱赏给他们的。主公英明。谢主公，谢主公。都起来，像什么样子？爹说的是，各位叔叔伯伯劳苦功高，理应配上最好的兵器。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几把刀送出去，换来的不是谢意，是这些悍将的人情。他们是往后撑起大旋的柱石，也是我必须提早结下的力量。我不是大哥，想在这风云里活得稳，就得先有自己的根基。哈哈哈！殿下爽快！凡有事您吱一声，俺老常这条命就是您的。你一根汗毛，俺第一个拧下他脑当夜壶。长黑子说的对，殿下，以后谁敢找您麻烦，先问问我老汤的拳头答不答应。殿下厚爱，臣没齿难忘。